这是我第3次回到这个坐标，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那种熟悉感好像不是来自这一世的记忆。飞机降落的那一刻，身体会比头脑更早认出来，有些地方你的灵魂其实早就比你先到过了。Camera cute? Yeah. Camera cute. Is camera. Very small camera. Tiny camera. Chinese. Tiny. Tiny. Yeah, small camera. Sandal camera. Right? Am I right? Yes. Because I'm learning Nepali. Yeah. Happy Taiwan Pataho. Yes. Small. 而且我不敢相信，我跟他们讲说我们来自台湾，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你知道珍珠奶茶不知道，但我知道瑞。然后他们很努力在帮我们拿行李箱，他们不敢相信我们大概30几公斤，我们简直是要移民到这儿。大家早安，我在尼泊尔了。现在呢要去尼泊尔加德满都最大的佛塔，那附近好看。欢迎来到尼泊尔，一个让玩家暂时放下角色，想起自己是谁的地方。我带着一个还没有被命名的任务来到这里，它没有写在行程表上，但只在我安静下来的时候，轻轻地提醒了我一下。我现在到他们最大的佛塔了 ，Oh my god！ 在台湾，寺庙通常要我们保持距离，但在这里，这座巨大的佛塔就像一颗很敞开的心一样，你不需要去跪它，但你可以走进去，跟它一起呼吸，感受。这双眼睛叫全知之眼，他不看外面的世界，但他看的是你以为是真的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中间那个像问号的鼻子，在这里代表着一代表着宇宙的初始，也代表着万物合一。最终我们都跟宇宙的源头一样是一体的。所以这场游戏玩到后面，最后会发现所有看起来分开的人事物，其实从来都没有分开过。One vegetable, one life. Only your family, only your Buddha family, long life, happiness. Right your family. OK， 我被一群正在祈福的僧侣轻轻地邀请了进去。他们给了我一张旗，让我写下家人的名字。而风马旗有5个颜色，每一面都印着经文。挂上去之后，风一吹一次，祝福就会被送出去一次，送给所有刚好在那个频率上刚好需要的人。我看着旗子被风带走，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爱它不是要紧紧握住，是你要愿意把它交给宇宙，全然的让它流动。You are not happy? I'm happy. Yeah. You should keep being happy. But why? Why we should keep being happy if you are already being happy? Why you want to control your happy? Absolutely not.
Yeah, it's recording. Hello. 你好肥哦，你真的挺肥的耶。加德满都的街道看起来完全没有秩序，但当风穿过耳朵，你能够感受到这些混乱。有没有可能就是不同的玩家，他在各自的生活里一起演奏一首没有指挥的交响曲呢？就像这些摩托车的声音、鸟叫声，我们不需要去掌控，它应该要变成一个很安静的样子，因为你越是想掌控，就越容易卡关。当我们愿意融进去，那条路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出自己的感觉。I know 啊。台湾。No, I'm not. I just like walking my life. Thank you. No way.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uth. Ruth. Rude. Yeah. Rude. Yeah. Hush Thank you. Okay. Nice to meet you. Yeah, it's on. It's on. Can you go to Instagram? No. Okay, I'll follow you. No worries. Okay. You're a traveler? Yeah, I'm a traveler, kind of like that. Married or not married? I have a boyfriend. Oh shit. I'm wrong person. Really Okay. sorry. It's okay. It's okay. Thank you. Bye by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的男朋友我有点听好好笑。你知道我之前来尼泊尔的时候，我第一次有被吓到，直到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就是会在路上觉得你很漂亮，就想跟你做朋友，然后就想夸奖你，然后就想跟你做朋友。可是你能从他们的眼神看出说不是那一种，哈，我知道你们女的就这样。随便夸奖一下，你就会怎么样？就他们不是用这个意图去夸奖你，所以就会，对，就会很舒服。所以被尼泊尔人搭讪是舒服的。但是现在统一 ，I have a boyfriend right now。我们现在来到我在尼泊尔最喜欢吃的当地早餐，然后他们这间店把它做成一个很棒的甜点。然后呢，故事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在等我朋友，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就转角呢走进这一间，我说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就点了一杯咖啡，好像点了一个他们的饼干吧，必须得说他们饼干没有好吃，可是我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在那边等很久，然后就是那个店员，他就送我吃那个饼干，我们现在要吃的那个他们传统的点心，然后一吃为之惊人，超级无敌好吃。然后我好吃到，因为毕竟我就是好吃越喜欢分享的人嘛，然后我就 po 到 Instagram 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吃，然后所有只要我在这里认识的台湾人，我都会推荐他们来吃。所以他送我那一个，他获得极大的效益。然后所以后来我就陆陆续续回来吃了2-3次吧，每次都有吃，真的太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可丽饼，对啊，反正这个就是炸面粉，然后炸成饼干的感觉，然后泡在糖水里面，泡在蜂蜜里面，然后外面再有一层他们的饼皮。来吃。大家有看到我的新耳环吗？我刚刚在走去我跟我朋友见面的咖啡厅之前，路过就一间看起来很嬉皮的店，然后就进去，然后就发现到说，真的很多我喜欢的风格嘛，就是很天然的布料所制成的，蓝染的布啊，然后或者是植物染的布。那我在那间店就买了3副耳环，这是其中的一副，我觉得很好看，我直接把它戴上去。这一些原料比较简单的衣服，其实也是能量相对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穿的。像我们这种塑胶啊，然后或者是牛仔这种布质去做的，相比全天然的手工衣，它的能量感真的是完全不同，所以很推荐大家。我以前觉得台湾是我创造的地方，但后来我明白，台湾其实是我落地的地方。但这个灵感的火要到别的次元去点燃，而尼泊尔就是那一个次元。它很安静，安静到你身上一层一层的盔甲会自己掉下来，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最原始的你从来都没有走。
现在晚上10点多，然后回到了饭店。回到房间，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件一件的放回心里。我能够感觉到一种这1-2年都没有再出现过的喜悦，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是因为从早到晚的每一个片刻都刚刚好的好。在近几个月，或者可以说近1-2年，很久没有的内在喜悦，而那份喜悦很酷，不是因为你获得了什么或给予了什么，而是一种我好像突破了内在某一个心魔的那种感觉。可是那个心魔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不过我很感谢这一切就在我踏上尼泊尔的第一天，就这样悄悄的美好的展开。回到这个会让我感觉到灵魂安放的地方，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开心。Yep， 我们就明天见。So we organize the group trekking also from here to the Everest. Okay, we have the group departure also, but you don't need to worry. You guys are already 3. Our group will be max in the 6. After that, like there will be 2 different guys. Until 6, it will be just 1 guy. And if you like to join with the group, also fine. Or if you don't like to join with the group, you guys are already 3. That you can start from like any date. That's what we want. Okay. Like 3 of us is fine. Yeah. Then yeah. So you're going to the just Everest base camp or with the 3 passes? Maybe just Everest. Just Everest base camp. 在这里，其实很多他们的住宿都一定会配合，有点像是旅行社的概念，他们就会帮你安排所有你需要的，可能是你想要坐直升机，你想要坐滑翔翼，你想要去西藏，甚至是不丹，他都可以帮你安排行程。所以他刚刚就跟我们分享了 EDC 的行程跟价钱，还有细节。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今年9月要去西藏爬冈仁波齐嘛，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可以安排从加德满都到西藏的，因为我本来9月就要再回程来一次，所以如果可以这样顺路的话，是一个超级无敌完美的安排。所以我也跟他要了一下 detail， 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子去更顺利的安排我的行程。第3天早上吃完最后一顿有肉的早餐后，我们往山谷走。为什么我们选在山谷呢？因为接下来的23天，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听得见自己的地方，远离这个城市。为什么上瑜伽课？它吸引我的都不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变得更柔软，或者是技术的增进，而是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往外跑，跑得越远，我越想搞清楚一件事情是，家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地方还是频率？我开始相信，它从来都不是地图上的坐标，它是在你心里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光的位置。所以这一趟，我都跟自己说，我不是来旅行的，我是来回家的，而回到家是从心出发的开心。